我的宝，你要加入我。大家好呀，我是米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绣球花，非常的漂亮。我现在用的是我们定制的一个渐变的颜色，后期的话可能还会有紫色跟纯白色。这个线材的话呢，会比我们正常的线材呢要细，因为这样勾起来的话呢，会更加的精致。好嘞，大家跟着我一起往下勾。我们呢，首先就钩织这个小的花朵。这个花朵的话呢，由4个花瓣组成。拿出我们要勾颜色的线来，我们这个线呢是比较细的，正数的钩针的话呢是这样子的，一个粗一个细一点，一个粗一点的，大家看一下怎么方便怎么来都没关系，细一点或者粗一点钩织都没事。好嘞，有基础的朋友的话呢，可以截一下图。我们开始吧。拿出我们的线，这根短的线先绕过我们的小手指，这样绕过来，就这样子自上而下放下来，再绕过这3个手指，手捏住，拿起我们的钩针。我演示的话呢，还是用我的可钩钩针来演示了。然后手呢这样子捏住它，这根线绕我们身体的方向，可以稍稍往这里拉一点点。好嘞，这样子绕一圈。一圈绕好之后，手捏住这2根线的地方，这样捏住这2根线的地方，然后呢，钩针呢这样子放，靠在我们身体的方向，这样子绕线一圈，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这样子。这个呢是不算针数的，我们要钩一个起立针。然后注意一下，这个不要绷得太直，钩针上太紧的话，你等下勾不过来。我们呢就是让它这样直的状态就好了，不要再拼命的往外拉，不要就这样子，这个状态就可以了。然后稍稍往上提一下，这里呢比钩针头稍微大一点点，钩针绕线，稍稍提一下，更加容易拉过来。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这样子算是一个起立针呢就够好了。然后我们这样子拉一下，让钩针上的这个环呢稍稍大一点点，这样子会更好哦。好，钩针穿过这2根线，放在线的下方，绕线，这样子拉过来，钩针上呢有2个线圈了，再绕线，钩针头往下压，一次性拉过这2个线圈，这样子。第一个短针呢就勾好了。第一个短针勾好之后，我们在这里呢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在这里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第一圈的话呢，勾4个短针，穿进去，绕线，拉过来，稍稍往上提，让它呢比钩针这里环呢稍稍要大一点点，会更好哦。同样的方法，绕线，拉过来，稍稍往上提，再绕线，一次性拉过来3，稍稍往上提，一次性这样子拉过来4个短针。4个短针勾好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线圈呢给它这样子拉，不用拉得太紧。就这样子普通的拉就可以了，让这个线圈这里收紧，稍稍中间留一个洞没关系，因为等一下我们呢还要在这里呢组装的时候还要把那个细铁是给这里呢穿过来的。好的，我们这里勾了之后，在记号扣这里呢做一个引拔连接。记号扣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就是我们刚刚扣记号扣这2根线的地方，看得清楚吗？做一个引拔连接，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这里这个针目呢是不算针数的，所以我要给它拉紧。好嘞，给它这样收回来。我们开始钩织花瓣，先钩2个辫指针，钩针放在线的下方，绕线拉过来1、2，2个辫指针钩好，然后在我们刚刚引拔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扣交扣的这个位置呢，这里钩2个长针，长针的钩法，钩针绕线，穿进去，再绕线，把线呢拉出来。这个时候钩针上我们看一下有3个线圈了，然后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这里可以稍微手呢给它这样抵一下，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一个长针呢就钩好了。然后在同一个针目，咱们这里再钩一个长针，钩针绕线，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有3个线圈，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2个在同一针目2个长针呢就钩好了。然后咱们再钩1个辫子针组成的狗牙针，也就是说呢，我们这样子钩针绕线，辫子针的钩法，然后直接给它拉过来，拉过来之后，咱们直接呢，我们在这里要给它钩上一个狗牙针，在这个位置看到没有？我们在这2根线的地方，就是辫子针下来，看到没有？这里2根线的这个地方，在这里钩一个引拔针，这样子2根线这样穿过来，引拔针的钩法，钩针绕线，这样子拉过来，我们这里手可以捏住这里，给它这样，钩针头都是往下压，这样更容易给它拉过来。拉过来之后呢，钩针上不是有2个线圈了吗？然后你手呢可以捏住这里，这里捏住它，然后呢钩针头往下压，前面的线圈继续拉过后面的线圈，这个就是引拔针的一个钩法。钩好之后，然后我们在同一个针目再钩2个长针，钩针绕线，同一个针目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有3个线圈了，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一个长针，我们再绕线，同一个针目进去，过来3个线圈，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然后再钩2个辫子针，1、2，引拔到下一个针目，这个针目钩好，我们引拔到下一个，这里我们不是全部都在这里的针目里面钩了吗？然后我们引拔到下一个针目，这样子引拔到这里来，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手可以这样捏住，钩针头往下压，这样更容易给它拉过来。这样子一个花瓣呢就做好了，一共呢是4个花瓣。好，我们继续。接下去的话呢，跟这个方法呢一样，我可能会稍稍比这个会快一点。先2个辫针，1、2，然后呢在同一个针目这里，就是刚刚钩引拔的这个位置进去，钩2个长针，一个长针，尽量慢一点，因为花朵呢都是重复的，我们一朵会了，全部都会了。2个长针，2个长针钩好之后呢，钩一个辫子针，然后呢在这里2根线这个位置穿进去，钩引拔，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这样捏住它更好拉一点，继续拉过这个线圈，这样子就是引拔针。引拔钩好之后，这个呢就是一个辫子针加引拔连起来叫一个狗牙针。好嘞，我们在同一个针目进去，再钩2个长针，一个长针，2个长针，再2个辫子针，1、2，引拔到下一个针目，就下一个这样子整个 U 型的位置，在下一个针目这里引拔到这里了。
这样子我们第2个花瓣呢就做好了。接下去第3个啦，同样的方法，1、2，两个辫子针在同一个针物里面，先钩2个长针，2个长针钩好之后呢，钩1个辫子针，然后在这2根线这里往回这里钩一个引拔，这样就形成了狗牙针。再呢同一个针物进去，再2个长针哦，再2个长针，再2个辫子针，引拔到下一个针目。这样子，第3个花瓣呢就做好了。我们开始做第4个喽。1、2，同一个针目，1个长针，2个长针，再钩1个辫子针，然后在这里2根线这里呢穿过来，这里钩一个引拔针，形成了狗牙针。好嘞，然后再同一个针物进去，再钩2个长针，2个长针钩好之后呢，是2个辫子针，1、2。好，我们最后看一下最后引拔的位置在哪里呢？看一下这里，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起始，这里有一条小横线的一个地方，这边看了一下呢，是这个样子。你看一下，反正其实也没关系，你想想看，跟第1针这里呢怎么样连接，怎么样好看就可以了。我们直接在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这一朵花的话呢就完成了。这里进去，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这样子钩好之后，然后钩一个锁针固定，钩针绕线拉过来，把线呢给它剪断，不用留长线，5厘米差不多就够喽。这根线给它拉紧，往后这样子拉紧。拉紧之后的话，把这根线长一下，刚开始的这根线不用管它哦，这根线不用管它，然后把结尾的这根线给它长线长一下。我们钩1朵的话，长一下就好了，这样子。这边呢是正面会比较好看一点哦，然后这面呢是反面，我把它长在反面，就是长在线圈中间就可以了。你这样子长在线圈的一个中间。反面的线圈中间，然后这样拉一下，拉紧它，剪断。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这个花朵的话呢就做好了。这个花朵的话呢，你要做很多很多的花朵，最后的呢进行一个组装就可以了。这一边的话呢，就是这一根线刚刚开始这根线留着。然后结尾的这根线呢，长线长好，所有的花朵呢都这样子做。这花朵其实很漂亮，我觉得这个4个花瓣代表的是幸运，也可以叫它幸福花。好嘞，颜色大家忽略一下渐变色的话呢，做起来的话呢，都会有一个这样子渐变的感觉。如果纯白色的话，也特别的好看哦，大家加油哦！接下去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叶子的一个做法。这个叶子我们用的是这种渐变色，特别的好看。大家图解可以再截图一下，有基础的朋友你就截图一下好喽。拿出我们的细铁丝来。这样子细铁丝给它这样子对折大家怕就是钩织过程中误伤我们自己的话呢，可以在边上呢2边给它这样子对折一下，不然的话呢，怕钩织的过程中，因为这个铁丝比较长，不小心碰到眼睛或者戳到人会不好，所以给它可以稍稍的给它这样弄弯一下再钩织，到最后的时候把这个剪断或者弄回直就可以了。
好嘞，我们拿出要勾颜色的线来，我还是用我们现在材料包里面这一款的颜色给大家演示好了。线是比较细的，用粗的这一头或者细的一头都可以哦。好嘞，我们挡一个活结，这根短的线在上，这样子。跟我们那个环形起针是不一样，这个是起变针，然后这里从这个线圈里面穿出来，这样子打一个活结的方法，打一个结，把钩针呢这样子穿过来，穿过来之后把这个线圈给它收紧，不要收得太紧，就是一点点可以哦。好嘞，我们先绕过小拇指，再绕过这3个手指，这样子捏住它。一共呢起15个变指针，这一针是不算的哦。我们继续往下，我们把这个叶子的话呢放在这里，让大家看一下。钩针绕线，钩针头往下压，拉过来1，绕线往下压，拉过来，可以稍稍松一点没关系。2、3，稍稍往上提，4，往上提，拉过来5、6、7、8、9、10、11、12、13、14、15，这样子15个变指针钩好啦。钩好之后呢，我们拿出我们的细铁丝来。亲爱的，拿出来哦，给它这样子，不是对折了吗？就把对折这里放在这里就好了。我们就在这个中间这里进行一个钩织。然后呢，第一针是钩在倒数，第2针往回钩。我们看一下入针位置，这个是倒数第1针，倒数第2针是在变指针的这半条线上面进行一个钩织。这里我们看一下，变针不是这样子很明显的吗？然后分上面半条线跟下面半条线，我们钩在这半条线上面，然后是在倒数第2针，倒数第1针的话，就是钩针对下来，那个下面的这个线圈是倒数第1针，这是倒数第2针。我们在这里钩织哦，看得清楚吗？好嘞，倒数第2针这里开始往回钩，我们这里半条线穿进去。钩一个短针，这根线的话，这个铁丝的话呢，就跟我们线圈放一起就可以了，就这样放在上面就可以了。拉过来，钩针上有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一个短针呢就钩好了。短针钩好之后，我们可以在第1针位置呢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这样子交扣扣上了，然后我们第2针呢是钩长针，入针位置的话呢，我们就一针一针的这样钩过来，这个钩好了，接下去是钩下一针，就是半条线上面。好，长针的钩法我们还记得哦，钩针绕线，下一个针目这里穿进去，钩针呢把线拉过来，稍稍往上提，有3个线圈了，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一个长针钩好之后呢，是2个长针，也叫2个2卷长针。顾名思义的话呢，就是绕长针，我们这样绕1圈；2卷长针的话，我们绕2圈，这样子绕2圈。绕2圈之后的话呢，在下一个针目这里穿进去，钩针把线呢拉过来，钩针上这样有4个线圈了，绕线。先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3个线圈了，绕线再拉过前面2个线圈，还剩下2个线圈了，绕线一次性拉过来，看到了吗？这个规律的话呢，就是两收线，拉的时候呢，都是前面2个线圈的收进来，这样子一个2卷长针呢钩好了，在下一个针目这里再钩一个2卷长针，1卷、2卷，绕2圈。然后下一个针目这里穿过去，钩针把线拉过来，4个线圈了，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绕线再拉过前面2个线圈，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2个长针呢就完成了。接下去呢是一个3卷长针，下一个针目3卷长针，顾名思义哦，1、2、3。
绕3圈，绕3圈之后，然后在这里呢，钩针把线拉过来，这里呢就有很多的线圈了，我们可以不用管它哦，就记得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再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再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剩2个的时候呢，一次性拉过来，就是两两的把它收进来就好了，不管多少卷的长针。好嘞，接下去下一个针目呢是一个3卷长针的加针，也就是说呢，在下一个针目这里的话呢，要连着钩2个3卷长针。好嘞，1、2、3，然后呢，我们这里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再绕线。你这个线钩的时候可能会散一点的话，大家没关系，稍稍往上提，然后钩针的往下压，就直接呢给它这样子拉过来就可以咯。散的话也不用管它，因为线多股组成的，这样子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提一下往上拉，这样会很容易拉过来。好嘞，然后我们在这里捅一个针目进去，这里入针位置的话呢是同样的位置，再钩一个3卷长针，1、2、3，因为这里呢要钩一个3卷长针的加针嘛。收线没关系哈，我们就这样子两的给它收过来就可以了。再下一个针目一个3卷长针，1、2、3，我们钩在下一个针目喽，这里两的收过来。再下一个针目3卷长针的加针，1、2、3，这里穿进去。我们收针的话都是这样子两的收过来，然后再捅一个针目进去，加针嘛，再捅一个针目进去，这里再钩一个3卷长针，1、2、3，捅一个针目进去，再钩一个3卷长针哦。好嘞，再下一个针目一个3卷长针，再下个针目1、2、3，都是这样两的收过来，拉过前面2个线圈，这样子拉到最后就可以了。接下去呢是2个长针。2个长针，钩针绕线长长针也就2卷长针了，1、2绕2圈，下一个针目，然后是两的收过来，就是2针的这样收过来，然后再下一个针目也是2卷长针，1、2。在下一个针目钩一个，我们看你们可以钩的时候忘记了，可以一边看看图解，钩一个长针，钩针绕线，长针绕1圈就够喽。两收针都是两收针，然后接下去呢是一个中长针，钩针绕线，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就绕1圈，这样子穿过来，钩针把线拉过来，有3个线圈，看一下，稍稍往上提一下，绕线，钩针往下压，一次性拉过这3个线圈，这个就是中长针的钩法。钩了之后的话呢，然后在顶端的位置呢，连着要钩3个，在这里呢连着要钩3个短针，然后我们这个是往回钩的这一针的话呢，最好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这里。你这里呢，最好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来，为什么呢？它就是我们这个中长针对过来的这个洞眼里面呢，最好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这个呢是我们往回钩的第1针，这一针大家很容易会把它忘记掉。好了，我们再
这个是顶端的位置，在这里要连着钩3个短针，这样子1个短针，2个短针。我们在第2个短针的位置呢，可以给它扣上一个交扣，这个是呢我们正中心的一个位置，可以给它扣上一个交扣。第2个短针，然后呢，在同一个位置钩上一个短针，这样子3个短针。顶端呢钩3个短针，在顶端的中间位置呢给它扣上一个交扣，这个呢是我们叶片的正中心。好了，我们钩到这里的话呢，这样子一半呢就完成了，我们钩到另外一半了，然后把这个铁丝我们看一下，两边差不多对齐，给它对折，给它这样子对折下来。钩到这一边的话，我们看一下第一针的话，我们这样扣上交扣就很方便了，是不是？这个呢，就是这里不管它这里空多少，我们就是扣交扣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往回钩的第一针，两边呢是对称的，就是这边中长针的话呢，这边也中长针，这边长针的话，这边也长针，两边呢是一个对称的。好，我们交扣这里呢钩一个中长针，钩针绕线，交扣这里穿进去，钩针。把线拉过来，绕线，稍稍往上提一下，绕线，一次性拉过来，钩针头往下压，一次性拉过所有的线圈。好嘞，这个位置找到之后，我们就把它拿掉好了。然后接下去呢，就是一针对一针的往下钩就可以啦。就很好找了。接下去就是我们这个中长针钩好了，然后下面的这个长针的话呢，就是这个针目对过去的所有这一边的话呢，全部给它钩进去就好了，连我们的这个细铁丝，还有把我们这根线一起呢钩到线圈里面去就好了，这样全部放在一起钩。好嘞，长针对过去的这个针目里面穿进去，把这根细铁丝跟这根线一起呢放在钩针的上方给它收进去哦。钩针绕线，稍稍往上提，有3个线圈的绕线，拉过前面2个线圈，绕线再一次性拉过来。一个长针钩好之后呢，2个2卷长针，也就是长长针，绕1圈，绕2圈，下一个针目，两收针，再2卷长针，1、2。再一个3卷长针，1、2、3，两边呢是对称的哦。现在不讲了，反正我们记得两收针就可以了。再是3卷长针的加针，1、2、3。在同一个位置再钩一个3卷长针，2、3，在下一个针目3卷长针，1、2、3，在下一个下一个针目3卷长针的加针，1、2、3，绕3圈，我们记得同一个位置进去，再钩一个3卷长针，1、2、3。好，这个线圈收到这里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它了，这根线。好嘞，下一针这3卷长针，2、3。接下去呢是2个长针，绕2圈，1、2，两收针。再下一个针目2卷长针，再下一个针目1个长针，在最后一个针目1个短针，最后一个针目这里进去1个短针，
这样子，这一排的话呢，第一圈这里勾好了，然后我们跟系腰扣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这里穿进去，钩针绕线，拉过来，又拉过来了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这个可以拉紧，钩一个起立针，钩针绕线，拉过来，线圈稍稍留大一点点，然后在第一针这个位置钩上第一个短针。最后一针这里呢，也可以给它扣上一个记号扣，这样子呢，就是最后引拔的时候你找得到它。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一边所有的针目呢，是一个短针勾好之后，勾2个辫子针，钩针绕线，拉过来1、2。然后下一个针目就是这个 U 型的位置，这就是这整个 U 型的位置穿进去，勾上一个短针，钩针绕线拉过来，有2个线圈了，绕线一次性拉过来，这样子，再2个辫子针，1、2，下一个针目，这样子整个 U 型穿进去，勾一个短针，再2个辫子针，1、2。下一个针目这里勾短针。好嘞，我们在这个记腰扣之前所有的针目呢，都是一个短针2个辫子针，这样子按照这个规律呢把它自己完成哦。我们就这样子勾起来，这样子就边上有一点点这样子小棱角的感觉呢就出来了。我们短针勾好之后的话呢，再2个辫子针，1、2。记腰扣的前一针还是要勾一个短针，这里看到没有？然后这里的话呢，这一边的话呢，这样子勾下来，勾下来之后同样是2个辫子针，1、2，然后在记腰扣呢，这是一个顶端的位置，就稍稍的，就是在同一个位置，这个是一个顶端的位置，我们要这里呢先勾一个。这个位置先勾一个短针，短针勾好之后的话呢，是这里要勾3个辫子针哦，1、2、3，然后记得我们要在同一个位置，就是顶端的这个位置这里再勾一个短针。因为这个尖尖角的话呢，这样子就出来了。出来之后的话呢，接下去到另外一边了。另外一边的话呢，就是2个辫子针1个短针，我们这样子勾过来就可以了。好，2个辫针，1、2，下一个针目勾短针，1、2，短针，1、2。因为这个是一个重复的动作，我们就不需要慢慢的不需要再慢慢的讲，大家呢就是自行完成它就可以咯。哎，你可能越勾的时候，越紧张的时候，可能钩织的话呢就会越难勾，你也就静下心来慢慢的钩织就可以了。这里的话呢是一个重复的动作，我就不用讲了，我们自己呢就是完成它好了，就是一个短针之间呢相隔2个辫子针，这样子全部的给它勾过来就可以了。这个细铁丝就不用管它。好嘞，我们看还有最后一针了，这里勾一个短针，这样子，这里短针勾好之后的话，不用辫子针连接了，我们直接最后一针短针勾好之后，直接的话呢，就是跟我们记腰扣这里做一个引拔连接就可以啦。拉过来，用拉过来的线继续拉过钩针上的线圈，拉紧。勾一个锁针固定，钩针绕线拉过来，这根线不用留长，它大概呢是它的长度差不多就够了。这样子叶子呢就勾好了，勾好之后的话，我们整理一下，这里有一根线，背面有一根线，给它呢拉一下，再剪断它。
然后呢，这里你想要它就是这样坐着一点的话呢，就是往里缩的话会比较坐着，然后想要它那个平坦一点的话呢，往外拉的话，整理一下，它的形状呢会是比较平整，看你自己的喜欢都没关系。我们就是我这一片是这样子的，我这一片呢尽量也差不多就可以了，或者是你自己看着办都可以。好嘞，这样子之后的话呢，然后这根线就是绕吸铁石的方向呢，我们给它这样子，先给它绕几圈，绕几圈之后的话呢，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子手旋转它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你因为这个叶片在不好旋转，然后因为这样子旋转的话，你可能就是连叶片去旋转，你看这里就有点松了，我们给它往上挪一下，就是依次的往下旋转，然后这里是2根，给它这样子放在这个中心就可以了。背部这里有白白的，稍微露一点点，这是正常的现象，你可以稍微给它这样弄一下。然后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给它挡回来或者剪掉都可以了，因为当时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给它弯的。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叶片的话呢，一束我给它那个准备了2片叶子就做好啦。接下去我们就准备组装呗。好啦，接下去组装啦。我们呢拿出我们这个小米粒珠来，这样子小的很小的，我试过用珍珠太大了，所以的话还是小小的，这样花朵的主体呢就凸不出来了。小米珠的话呢，每一颗呢都不一样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没关系。我们呢给它这样子穿过来之后呢，这里一点点的位置，呢给它这样子，大概1厘米差不多，给它这样子对折一下就好了。然后从我们的花的正面，有一面好看一点的，有一面是难看一点的。从好看的这一面呢，从上往下呢，给它这样子穿过来，这样子穿过来。穿过来之后的话呢，这根线可以收线圈的，给它拉紧，这样子拉紧它。记得把这个铁丝的话呢，也往下拉一下，给它那个这里的话也给它拉紧，这里这根线也拉紧，然后呢把它剪掉，就留一点点就够了，不要留太多。然后拿出我们绿色缠绕的线来，留一点点，大概1厘米，跟这根线一起这样子捏住它，然后先是绕，自上而下拉紧绕，这样子上面可以多，顶部可以多绕几圈，然后接下去的话呢，就是依次的往下绕，这样子依次的往下绕下来。这里有小线头的话，一边手往下捋一下，一边往下绕。这个绕的线的话呢，我们要记得它是不要在同样的重复一个地方绕，也不要跳过去，就要依次的这样子绕过来。这里有小线头，这里要捋一下，把所有的小线头呢全部都捋到下面去。然后这个手的话呢，就是一点一点移，不要移太多，移太多的话，铁丝太软的话，你可能撑不起来。就这个小线头要注意一下，全部的给它这样包下来。然后包下来之后，这里没有小线头之后的话呢，这个手这样子拿，手捏住这根线头的地方，手呢这根手这样子。手这里捏住它，你自己看一下怎么方便怎么来，然后一边旋转，这样子一边旋转一边绕线，这样子可能会更快，你自己控制一下，就是这个手这样子旋转。这里的距离的话呢，可以稍稍长一点没关系哈，太短的话呢，到时候组装的时候这个白铁丝露出来的话会不好看，我们要绿色的线。好，我大概呢是这样子一半或者是一半少一点的，大概这样子的一个距离。这样拿手捏到这里，不要动它，不要动弹。拿出我们的胶棒来，手可以这样子，多余的手可以这样捏住它，然后用打火机燃烧。有胶枪的话，直接用胶枪。
燃烧的话，注意用蓝色的火焰烧，不用烧太久，烧一点点时间就够了。这里只要一点点就好了，然后在这里涂抹一下，就是挡出来的，然后再往上旋转一点点就够了。好，稍微干一下它就好了，它就不会脱落了，这样子就不会脱落了。然后呢，把这根线呢给它沿线给它剪断就好了，就剪断它，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细铁丝呢，跟那个花朵的组装呢，按照这样子的方法呢，我们把它全部都组装起来，就这样子，很多的花朵。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花束的一个，绣球花的一个挡球了。挡球的话呢，大家看一下，就是我这样子的话呢，是一朵是20朵小花组成的，20朵，爱你。25朵的话爱我，52朵的话我爱。大家自己看一下自己喜欢的朵数就可以了。我们现在材料包的话，就是假如说挡20朵的话呢，你可以做到这样子的3束。当然你可以想把它全部都组成一个大大的花球也可以，看你自己的喜欢了，都没关系哈。我们呢这个做好了，然后叶子全部这里都好了之后，我们挡花球。挡花球很简单，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你可以给它炖，就是有很多花球的话，你就直接给它这样子往下炖，就是给它整个差不多这样子齐平，这样子差不多这样子齐平，齐平之后翻上来之后再调整一下就好了。边上的稍稍往下挪一下，稍稍往下挪一下，就是因为中间的话会稍稍有点凸起的，所以我们把边上的花朵的话呢，稍稍往下调一下就可以了。或者是你一朵组装也可以，这样子一边旋转一边组装一下，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花球的形状，这样子稍稍半圆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然后你调整好之前，就是你绕线之前的话，你看一下是不是自己一个满意的一个花束。如果感觉中间这里稍稍不够往上的话，你稍稍往上提一下。比如说这个，给它稍稍往上提一下，稍稍往上提一下。然后边上的话呢，稍稍往下压一下，或者稍稍提一下。你就是看一下这样子，好嘞，感觉可以了就可以了。就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给它这样子动，让它一个自然的状态，是不是自己想要的？这个我要感觉稍微再往下低一点。好嘞，这个状态是我自己想要的状态就可以了。大概这个距离的话呢，你看一下这里，自己看吧。这里绕线的从上而下的这个上面的留的这个距离都没关系，都没有关系。好，拿出我们的绿色的线来，我们这个位置调好了之后，手捏住它就不要动它喽。留一部分线，这样子留一部分线，给它手一起捏住这里。然后呢，我们自上而下的绕过，拉紧哈。刚开始这里一定要给它拉紧哦，这样子从上至下的一圈一圈的。这里的话，你就不要想着麻烦用卷啊，就这样一圈一圈的卷下来。你记得一定要这样依次的往下卷，这样依次的往下卷。这样子，这样卷起来会很好看。然后这里所有的东西，这小线头全部都给它缠绕到里面去就可以啦。然后你缠绕一部分之后，你看一下叶子。叶子的话呢，你想要上一点或者下一点都没关系，就是你想要这个露出来多一点或者少一点都没关系，看你自己的一个喜欢。好，我们先把这个片叶子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哪一片，就是哪一片你感觉这个位置呢是最好看的，你可以对准自己，然后给它那个放在这个边上，然后这里有一个正面有一个反面，就是好看一点的正面呢，给它朝上。这样子对着它的这个花朵，给它这样压住它，这里留一点点在外面就好了。好嘞，再一次往下绕，
再依次往下绕，绕2圈之后呢，固定了这个之后的话呢，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个叶子的话呢，也给它这样子固定上。我们就这个位置的话，你给它可以这2边或者怎么样都是可以，看你自己的喜欢了，这个没关系哦。就是这个叶子，我要给它这样子放上来。然后再依次往下绕的时候呢，这所有的铁丝呢就在一起了。我们尽量给它这样子捆的紧实一点，就是你绕线的时候用点力气拉紧它，这样子拉紧它。这里还有小线头，这里我们就不要怕麻烦，就一根线一根线的往下绕就好了。我们记得这样子要依次的往下绕，给它绕好看哦。我们这个颜色呢，这个绿色的线呢是一个渐变色，很好看。就是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单色，就是一个纯菜的。即使它是配一个白色的花朵，配上这个绿色的话，也特别好看。而且这个线材就是跟我们再强调一下，跟我们普通的线呢是比它细了，它是细了的话呢，就是勾起来的这个花呢会更加的精致，就不是普通的那个4股牛腩棉，这个是3股的3股线组成的。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这里小线头集中的位置的话，一边往下捋。这样一边往下捋，然后一边的话呢旋转，你可以手这里捏住，这里捏一下也可以，就接住一下这个手指。记得一定要把所有的毛线头啊，全部都要给它弄到里面去，因为你有小线头在，你这样子旋转可能就不太好。如果要旋转的话，你就手捋一下，也是一点一点旋转，就是往上捋一下，这样子往下旋转，看一下我们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不太好弄，因为这个线头太小了，这里太多了，我只能这样子笨办法，我先给它把这个线头这里呢全部都处理好嘞，因为不要把这个小线头露在外面哦，一定要记得。花束现在不用管它，等做好之后的话呢，头部再给它整理一下就好了。好了，接下去呢，这里小线头呢，我都给它弄完了。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慢慢的往下做好了，可能就嫌有基础的朋友可能就会嫌我有点啰嗦，没关系。好了，好，到这里小线头没有了，这样子就简单多了。然后我们这样子一边旋转，一边手这样子拿着，一边这样子拿着，这样子会更方便一点。这个手可以抵住这里。然后这样子旋转，依次的你自己控制一下，这样依次的往下旋转，它就方便了很多。就一个手这样子捏住，一个手这样子旋转。而且这里就是这个绣球花的那个总体的一个高度，看你自己的喜欢。如果就是假如你感觉这个细铁丝这里外边有点长了，就直接剪断它就可以了。你看自己的喜欢吧。假如说你要做捧花的话，就短短的就够了，你就不用再往下了。如果你插花瓶的话，就根据自己花瓶的长短。如果是包花束的话呢，也不需要太长。就是你这样子整理的时候，就是要依次的往下。如果太疏的话，你往上捋一下就好了。这样子旋转的话也是挺累的。好，你感觉就是这里旋转的有点疏了，就给它往里面弄一下。好了，我感觉我就差不多就够了，就可以了。然后呢，怎么样收尾？把这个细铁丝呢给它掰开，中间掰开一点，给它夹到里面去。
夹到里面去，然后呢给它剪断。剪断，然后把细铁丝剪断。细铁丝的话，我这个剪刀也能剪断它，但是我舍不得，剪毛线太锋利了。然后我们用花剪给它这样子剪一下。这个细铁丝没关系，普通的剪刀都能剪断它。好，这个剪断了之后，拿出我们的胶棒，打火机，燃烧。用蓝色的火焰烧，这里烧的时间可以稍稍长一点点。然后呢，把它那个涂抹起来，就是把它那个保护起来，包括底部的话涂一点胶的话呢，防止细铁丝呢戳到人。这样子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绣球花，然后你可以边上给它稍稍的往外挡，然后这个花朵的话呢，你可以这样子给它这样子挡一下，它就会一个自然的形状。因为我们刚刚做花球的时候呢，它呢这个形状呢基本上就出来了，所以我们给它稍稍的这样弄一下，就可以啦。或者你自己用单独的用手啊给它弄一下。好了，我们的绣球花呢就做好了。我们一份材料包可以做这样子的3朵，单色的话呢可以这样子做3朵，你可以插花也好，然后包起来也好，特别的漂亮。这是一个渐变粉、渐变蓝，白色的我还没勾，白色的会特别好看，因为那个3股的定制现在还没有到，到时候材料包会给大家上。紫色的话好看的话就上，不好看就不上了。好啦，祝大家呢都圆圆满满、快快乐乐、幸福平安，拜拜。